问余何意西壁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阿茶，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鬼话怪谈。今年我收到最诡异的投稿就是接下来这个，里面有大量当事人提供的照片。如果有晕血的小伙伴，还是后台听吧，但别忘了先给茶点个赞。这件事呢，发生在大学校园，大家以后千万要记得，别把个人东西留在没人的地方，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书里会被放进什么东西。投稿的小伙伴，我们简称她为小高。小高是一个女生，江苏人。20年的时候考进了上海一所专科学校，学校名叫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因为她高考不是很如意嘛，所以她当时刚一入学就奔着专升本去的。所以第一年，他就在学校卖二手书的交易群里找了个专升本的学习搭子，想着平时互相帮忙，去图书馆占个座啥的都挺方便。但就是这个搭子成为了他接下来3年的噩梦来源。最开始找学习搭子的时候，小高根本就不介意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要能互相帮忙，在对方有早课的时候去图书馆自习室占个座就行。所以当时同专业有个男生找到他的时候，他立马就给答应了。起初一切都很正常，慢慢的他就觉得这个男生有点怪异。比如说他去上厕所的时候，那个男生也会起身说要去，一次两次也就当是巧合了，可那个男的每次都这样，这就给他整得多少有点尴尬。特别是在个人隐私方面，他明显觉得这个男生有种怪异的好奇心，因为那个男的总是不断的跟他聊同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他哥哥的。并且每次小高准备下楼吃饭，这个男生也会跟着开始收拾东西，路上的所有话题一直都是他哥哥。就这样大概做了1个月的搭子，他实在受不了了，就提出自己想一个人自习。而怪异的事儿大概就是从他跟这个男生说开之后发生的。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小高的衣服和书包每天回去都能发现上面有1-2个像血迹的印子，很小，就跟蹭上去的一样。但是那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来生理期，而且外套在自习的时候也都是披在椅子背上的，不可能蹭上什么血迹。再加上他当时很确定自己每天穿的衣服都会检查一遍，可就是每天晚上回到寝室还会发现一点印记，大概半个指甲盖大小。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后来他每次再去卫生间都会把衣服连带书包一起拿走，这个类似血迹的东西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但就在这个怪事之后几天，他开始做同一个梦。这个梦他之所以觉得不对劲儿，是因为他一直都能感觉到这个梦是连续的。梦是从他在一个河边遇见一个男生开始，那个男生一直都是一个模糊的背影，很高很瘦，每次离他都有10几米远的距离。从他第一次做这个梦开始，到后来他因为感染新冠单独住到了学校隔离公寓的时候，这个梦开始变得诡异。梦里的那个背影每一天都在向他靠近，而且他明明知道是在做梦，但就是躲不开，也挪不动脚，他就只能感受着那种压迫感，看着这个黑影慢慢逼近。当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发烧所以梦魇了，可是那种压迫感实在是过于真实，让他都有点喘不过气儿了。一连好几天晚上他都不敢关灯睡觉，不敢躺下。后来因为学校里新冠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他父母也担心他生病没人照顾，就打算申请把他接回家隔离。离开的那天，他仍然处于高烧状态，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当天晚上，他妈妈就用艾草、金银花藤一堆东西混了点其他草药，烧了一大锅热水给他泡了个澡。不知道是不是这些草药的效果，他那天睡得特别快。不过不出意外，他也又一次梦到了那个黑影。梦里的场景还是在河边，但这一次比以往每一次都要诡异。他很清晰地记得自己对着黑影问了一句：“你是谁？”然后黑影像是慢慢有了人形，嘴巴的位置有种一张一合的感觉，还有呼呼的动静，就像是这个东西在开口回应他的问题。他莫名觉得身上汗毛直立，接着就在他恍惚的空隙，那个黑影一眨眼就贴在了他脸上。他也第一次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脸，这个脸有点扭曲，死气沉沉，没有一点表情，就是那个男生，就是之前小高一开始提到的学习搭子。而这次不同于之前的梦魇，他居然能动了，那第一时间肯定是转身就跑啊。
可是他就感觉一个有实体触感的东西突然抓住了自己的手腕，那种火辣辣的疼给他整的一下子就叫了出来。然后他父母在隔壁房间听见他的尖叫，直接冲进来开了灯，就问他怎么了。他呢估计还没缓过神儿，嘴里一直在说别碰我别碰我。他爸妈就愣住了，紧接着把他喊醒。不过他意识还是模糊的，但很清楚自己已经不在梦里了。可手上的灼热感依旧很强，就像是被很锋利的东西划过一样。于是他下意识看了看手臂，在梦里被那个男人抓住的地方有那种很明显的筋膜条，不是红印也不是乌青，而是一些杂乱的条纹。他爸妈在旁边就不停问他咋整的，他就说了这段时间自己一直在做的那个梦。根据他的说法，当时他和爸妈一晚上都没睡觉，而那个纹路他妈妈却很熟悉，就像生长纹。什么概念呢？大家可以理解成肥胖纹，一般都是在妊娠期或者是发胖期出现，但是一般只出现在肚子和大腿内侧，这些都是萎缩纹的发病机理，是因真皮层弹性纤维断裂造成的，所以怎么会出现在手腕的位置呢？一家人就多多少少有点不安，于是第二天他爸妈就带着他做了2次全面检查，包括各种遗传基因检测，但是他各项检查结果都很正常，包括精神疾病方面也没有问题。家里的老人就让他们去寺庙或者找个先生看看。第一次他跟父母去的是灵岩山寺，当时不是什么节庆日，也不是初一15，所以里面没什么人。寺里平时呢也都会放一些佛音循环播放，然后他们当天去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下着雨还是播放器失灵，整个寺安静的出奇，天气还异常的阴暗潮湿。他就感觉自己身上有一阵阵的寒意，是那种不自觉的畏惧感。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怕什么，反正那种肃穆感令他打心眼里就想逃离这个地方。他们进去以后找了半天，就只找到了一个留守的僧人，住持和其他人都外出了。没办法，他们就简单上了几炷香，讨了点佛米和一个朱砂手串，接着就戴在了他出事那只出现诡异抓痕的左手上。之后他父母就跟僧人咨询了一些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期间小高呢就想着先去个厕所，回来估计父母也聊完了。因为是第一次来寺里，对这个地方很陌生，所以他就看着地标去找卫生间。而这个卫生间在正山侧面的一个走道里，走到后面就是后山，山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林木。他一到这儿就觉得厕所后面的林子里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所以他急急忙忙解完手，就准备跑回正殿去找父母。就在他准备走完这个狭小的侧面通道的时候，从他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出来一条黄黑色的狗，然后那只狗也不分什么方位，直接冲他狂叫。他当时出于本能反应，撒腿就跑，但那只狗却直接奔着他的手，就是那只戴着朱砂手串的左手。当时他就被咬破皮了，手串当场断裂，珠子掉了一地。因为他喊得太大声，父母和僧人都跑了过来。由于当时急着处理被狗咬伤的事儿，要赶紧去打狂犬疫苗，所以他们一家就匆匆离开了。但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件事儿只是整个诡异事件的开端。当天晚上他就发了烧，被狗咬伤的地方起初只是破了点皮儿，没有很大的伤口。但是晚上他在梦里不停地梦见隐隐约约的狗叫声，狂吠不止，并且在他的床尾站着一个他很熟悉却又看不清面孔的男人。那个男人脚边就有一只狗的黑影，他呢依旧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和黑狗越来越近，直到站在他床边，那个黑影一句话都没说，直接又抓住他的左手。这一次他甚至感觉皮都被撕开了，想喊出声，嗓子也像是被人用手掐住的样子，发不出一点动静。这个状态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反正他都有点精神恍惚了。隐约中就听见他爸在敲房间门，敲门声直接把他给震醒了。根据他父母的说法是，当时他屋子里有特别大的动静，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楼上楼下都能听见震动，甚至门窗都在震动。他爸那会儿原本在隔壁书房加班处理公司的事儿，突然就听见自己女儿房间里传来很大玻璃破碎的声音，就以为是家里进小偷了，怕有人砸窗进来，所以他爸直接先去叫醒了老婆，然后一起冲到了女儿房间门口。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门就一直打不开，好像有人在里面顶住了门口。而他平时睡觉前从不锁门，只有关门的习惯。
并且他爸还说，当时还听见他房间里有很糙很重的呼吸声，根本就不像女儿能发出来的。小高这边呢，清醒后立马发现了不对劲儿，因为他是睡在靠门的位置，脑子里还是不清醒，但是却能看见一地的玻璃碎碴，都是他房间临近阳台的落地窗碎裂的，而且就连卫生间的玻璃也是莫名其妙碎了一地。最诡异的是，在卫生间的地上都有一滴滴的血。这里他还补充说，自己房间内的卫生间临近房门的位置又比较靠近床，当时父母是直接撬了门锁踹进来的，进来以后看见一地狼藉和他趴在门后的手，他爸妈就很害怕，妈妈呢还拍了事发照片，想再去找个寺庙问个清楚，因为他根本不敢想到底是女儿精神出了问题想自杀，还是真有什么东西影响了女儿的生活。之后他妈妈就把自己的玉佛戴在了他身上，随后火速赶去医院处理他手上被玻璃扎到的伤口，而这次又是左手，又是被那个男人抓到的地方，并且这次更加严重，血一直在流，甚至他自己右手的指甲盖里都是已经结痂了的血，他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右手抓伤的左手。然后那天晚上，他就只记得父母把他送到医院处理伤口之后，就在病房外面打了很多个电话，因为他父母做的都是外贸生意，经常去各个地方，对一些神秘事件也有所耳闻。不过以前他们根本就不信这些，但如今所有精神检查和身体检查都显示他根本就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起初他父母害怕他是因为学习压力导致的，还特意办了精神科住院观察。可就是在住院的这几天，小高白天所有测试都是正常指数，晚上也没有梦游的情况，更没有什么反常行为。不过最诡异的依旧是那个男的会出现在他的梦里，一次比一次清晰，一次比一次靠近。记得应该是6月10几号，那天天气很热，他妈妈就躺在隔壁的家属床上睡觉，爸爸则是回家处理公司的事儿，而那种身体被支配的感觉再次出现。这种情况距离上一次仅仅只隔了3天。他闭上眼睛就很清楚地知道那个男的就在房间里，就在黑暗的地方等着他睡着，等着他落到自己的手上。这也是他最确信的一次，房间里除了他和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他那会儿的呼吸声放得很轻，大概过了能有5分钟，他就听到那个东西在说话，那种咯吱咯吱笑的动静一直在他耳边。随着时间越长，他就隐约感觉自己的耳朵在刺痛，有股液体流了出来。下意识的他就挣扎，按响了手边的病床呼叫铃。很快他妈妈就被惊醒，护士也赶了过来。他自己呢也没有感觉错，耳朵就是在流血，整个人都被吓麻了。赶来的医生护士随即对他的耳朵进行了检查，说是左耳有一点中耳炎，但奇怪的是右耳的耳膜破了一点。根据医生的说法是，除非他半夜掏耳朵，不然不可能出现外力破膜的迹象。事情到这里，他爸妈才正式肯定应该是惹到了什么东西。再联系上小高之前在学校一直发现衣服背后的血迹，以及后面在寺里刚求完开过光的朱砂手串就被狗咬，还有一系列的噩梦、碎玻璃等等，他们家就托一些老人连夜问了几个上海本地的仙家。当时离他们家最近的是一个类似于出马仙的狐仙家庙，主事的是一个快80多岁的老太太。他家里人打听到的时候，先是把小高的生辰八字报了过去，然后那个老太太就让他父母连夜带他过去。电话里说这件事儿很要命，再过4天这孩子怕是保不住了。一家人东西也没收拾，就连夜赶了过去。那会儿已经差不多半夜1点多了，赶到狐仙家的时候将近2点。路上他爸爸的车因为在巷子里倒车，车头还被撞扁了一半，但是人没事儿，不知道跟这件事儿有没有关系。等到了狐仙家那片旧小区的时候，就看见老太太直接拿了1碗米站在楼下等着接他们。见到他们一家的时候，就马上抓了一大把米撒到他们身上，嘴里不停地念叨，之后才进了老太太的家。一进到里面，玄关就是一个大大的坐台，具体细节他说可能不太方便讲述，但是有需要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私信。当时的情况就是小高明显知道那个红布里可能就是一个牌位或者什么雕像，用红布盖得严严实实，但是他进门就能感觉到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就算是客厅里的灯光很暗，点着香烛，他也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反而有种很安心的意思。后来处理的细节很复杂，整个过程差不多2个多小时，快到5点的时候整个流程才走完。
然后那个老太太就直接跟小高一家说了，这个事儿应该是有人给小高做了纸媒。纸媒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人拿了小高的生辰，在他身上留了烙印，帮他跟一个东西结了姻亲。而且这个东西不会管小高同不同意，意思就是要带他走，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这7天必须见血。随后老太太直接说出了这几天小高的事儿一定是见血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凶。他们家之所以信这个说法，也是因为当时去问事儿之前没有说过小高这几天的经历，只是说了有个女娃想看看运势和八字儿。老太太还说这个纸媒一定是有某种媒介接触到了小高。随后这个小伙伴就说了图书馆那几天衣服上莫名出现血迹的事儿，那个老太太就让他爸妈到时候翻翻他房间的东南角，任何一样东西都要打开来看，并且让他爸爸找到之后马上拿过来。当时他爸妈就赶紧回家，他则是留在了老太太家里。回家之后，俩人按照老太太给的方位翻东西，而那个角落刚好是小高书桌和衣柜的地方。最后还是他爸在一本资料书里发现了一个夹页，好像夹着东西就翻了出来。等父母拿来的时候，他就只看见了一眼，那是一张用红纸剪成的人形纸片，背面好像有一道血迹，而且写上了他的生辰和名字。一家人都很疑惑，这个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他的资料书里呢？主要是这本资料他复习完之后就暂时搁置了，自从上次拿回家已经很久没有被翻开过了。他也不知道是谁在他书里放了这种东西，更不知道跟谁结了姻亲，到底是不是梦里那个男的。而那个老太太就把这个东西连带着一张黄符放进了香案面前烧了，因为烙印已经存在了，就相当于签订了婚书契约。这张符其实就是个沟通的媒介，也就是从他见血开始一直到第7天。不过至于这件事儿能不能解决，就要看剩下的时间还有没有诡异的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到此才是真正诡异事情的开端，包括这个纸媒姻亲的细节和后面小高一家另外找的高人处理的过程都堪称诡异之极。不过小高这事儿后续细节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家都在处理中，我俩也是轮回式交流，可能隔几天他才回我，所以后续的事儿我抓紧跟这个小伙伴求证，近期给小伙伴们带来一个结果。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啦。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如果有相关经历的，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